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受地缘政治事件和上周恐慌抛售的影响，亚洲股市在美股低迷后有望小幅上涨，但风险偏好依然受限，投资者正在等待更多信号，包括周三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以了解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健康状况。接下来这条，油价上涨5日后下滑，中东冲突可能升级，但全球需求增长疲软抵消了这一影响。下一条，受欧佩克下调2024年需求增长预测影响，油价小幅回落，此前连续5天上涨，市场关注需求担忧。OPEC 加面临10月增产困境，中东冲突升级也可能收紧全球原油供应，提振油价。下一条，美元徘徊观望美国经济数据，以评估降息幅度的可能性。日元套利交易因日股反弹而止损。让我们关注澳大利亚第2季度工资涨幅创1年来最低，确认工资周期已达顶峰，无法成为降息的障碍。让我们关注7月澳大利亚商业状况有所改善，就业率小幅回升，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下一条，埃隆、马斯克在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交谈中表达了在第2届特朗普政府中削减联邦开支的意愿，表明这位世界首富正日益介入美国政治。接下来这条，受日元稳定支撑，亚股上涨，交易员正期待包括美国通胀报告在内的多项数据发布，以评估上周大幅波动后美联储的政策前景。接下来，东亚股市表现喜忧参半，日本日经指数大幅反弹，但韩国 KOSPI 指数小幅下跌。在科技股带动下，东京电子股价上涨 5.4%。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全球市场波动，但日本央行正试图通过加息刺激通胀，与美联储货币政策背道而驰。接下来，中国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加强对政府债券市场的控制，监管机构要求农村银行暂停最近购买的政府债券，这是在市场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引发官员担忧银行过度暴露于利率风险后进行的一系列干预措施中的最新举措。下一条，日经指数上涨，抹去上周全部跌幅。美国数据将影响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判断。日元稳定，缓解投资者担忧，市场谨慎等待数据。日经指数表现亮眼。英格兰银行行长讲话，英国工资数据和德国 ZEW 经济调查将影响市场。下一条，全球市场抛售引发日元资金套利交易的影响，使中国作为廉价资金来源的国民币成为焦点。虽然8月人民币对美元大幅上涨 2%， 但交易员表示人民币套利交易是不同的，短期内不太可能解除。让我们关注全球投资者对日本股市转为看跌，重新评估经济前景和日元融资交易的可行性。日经指数暴跌引发日元突然波动和日本央行加息，促使投资者退出对日本股市的直接敞口。下一条，澳大利亚投资管理公司 Challenger 公布年收入超预期，2025财年收入展望乐观，股价上涨 10%， 创16个月以来新高。公司受惠于年金销售额增长 110%， 预计2025财年税前净利润将介于 6.4 亿至7亿澳元。最后一条是，印度反垄断机构因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下令召回对苹果的调查报告，该行动将延长自2021年开始，以因延误而受阻的程序。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